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遭起诉，涉及罪名多达30多项。他高调应对，也拒不认罪，符合外界预期。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出庭受审之后，支持率一路飙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其实关于特朗普为何会高调的这个问题啊，我想用中国的一句这个成语啊，就是危机。或者叫化危为机，其实当特朗普的团队知道，他可能会遭到正式起诉的时候，他一开始是感觉是有一些焦虑和不安的。但是呢，作为一个非常有这个丰富的从政经验的这么一个政治和商界老手，他呢，很快的短暂的调整了自己的情绪，然后开始呢，开始反手打他自己的一些牌比如说第一，他上周的时候就主动放风，说他可能要被逮捕。他这一波呢，主动放风呢，就是已经开始计划要打悲情牌了。那么这一次，他这个就是要被这个传讯以后啊，他甚至自己提出来说，那你传讯我的话，我作为罪犯，你是不是要给我戴手铐？是他主动提出来的。那么这个检察官方面就会觉得说，如果特朗普主动戴这个手铐的这样一张照片传出去的话，就更会落实一个政治迫害的名声，所以反而是检方不同意给特朗普戴手铐，而是检方说我们就给你按正常的惯例录个指纹就行了。还有一个呢，特朗普这一次是主动上门自首，他并没有坐在海湖庄园等待着这个纽约警方上门去这个逮捕他。如果那个是警方主动去海湖庄园，那他就真的是变成 arrest 变成逮捕了。但是他这次是主动自首，所以他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操作呢，实际上都是在打悲情牌而且呢，他的所有的这种行为呢，就是在朝着说是我就是被政治迫害，我就是被民主党人用各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在迫害我，他们就不想让我成功的参加这个竞选。他们偷取了这个2020年的时候，他们偷取了我的大选的胜利成果，对吧？然后他们现在又一次想把我挡在这个竞选的门槛之外。他的这一系列活动确实大家可以看到的是，确实起到了一个固粉的这样一个客观的作用。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您也说了特朗普的支持率这一天这么几天下来飙升了10个百分点。还有呢，我们掌握的数据说，2天之内，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收到了超过700万美金的捐款。那么也就是说，他的这一系列的举动让爱他的人更爱他了，但是也让恨他的人更恨他了。那么共和党内部如何来看特朗普被起诉这一事件？我可以分几个这个层面来跟大家分析首先，共和党作为一个总体，他必须要表态，他一定要表态说我们愤怒，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前任总统遭到这样的不公正的待遇你们这个是明显的是叫做法律程序武器化。然后呢，共和党内的大家不要忘记了，共和党内还有一些建制派的大佬，他们现在处于一个观望和不发声的状态。比如说小布什家族，对吧？比如说当时这个2016年大选以及2020年大选的时候，共和党内都有一派就是叫做Never Trump 派，就是我们不支持 Trump 的这些人，他们其实在这件事情上现在都是保持沉默的。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跟特朗普很有可能在2024年的时候是有一些利益纠葛的人，比如说现在共和党内最有可能取代特朗普的这个 DeSantis 现在的身份他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对吧？他的这个表态就很有意思了。第一个，他说这个是叫做法律程序武器化。他认为这个是不对的，他是批评这个行为的。第二，他说我作为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我绝不会允许把特朗普引渡出去就是说如果你们纽约州要求引渡的话，我作为州长我不允许引渡。第三个，他提出什么呢？他也在怎么说呢？他也确实是这个暗戳戳的讲了一下这个特朗普对于这个付封口费的这样一种行为，对吧？他说他不知道应该如何表态他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已经是把自己和特朗普做了一定的这个分割了。对于特朗普的私德，实际上他是暗戳戳的是表示不赞同的。
所以呢，现在就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就是共和党内它这个内部的建制派和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这个反建制派，他们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实际上啊，就是特朗普他代表的这样一种极右翼势力啊，他在美国政坛的崛起，对于传统的建制派来说是一种挑战。所以特朗普现在成为了，就是美国政治光谱中所有的建制派的公敌。所以所有的建制派都不希望他能够出来去竞选总统。对于特朗普遭起诉，外界认为拜登或者说民主党是幕后推手，但是拜登却保持沉默，只是一笑了之。您是如何来看拜登的态度？其实大概率，拜登是没有办法去公开很高调的表态的哈。不管他承认还是不承认，任何明眼人一看都会认为民主党的这个是背后的推手。而且呢，这件事情实际上它就是有非常强的这个政治意味在里面的。以拜登为首的民主党人呢，他们从上台的第一天起，就不仅仅认为特朗普是威胁，而且他们也害怕特朗普的这股势力啊，如果再度泛滥的话，可能会引发一些更加恶劣的这个政治后果，对吧？民主党人一直都没有放弃对于特朗普的追责。那么而且还有一点值得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次对于特朗普的起诉啊，这个时间哈，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经过了一个精心的计算的。你看，这个起诉没有在拜登刚上台的时候进行，因为如果刚上台的时候进行的话，这个他的很多政治这个议程就没有办法推动，对吧？然后也没有在中期选举之前进行，而是中期选举尘埃落定以后，没有出现如期的所谓的这个红色浪潮，共和党并没有取得大胜，而且共和党内部对于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负面的作用啊，多加批评。那么拜登为首的民主党人抓住了这样一个时机，就是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饱受批评，认为他应该为中期选举没有大胜要负责任，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离这个24年大选还剩不到2年时间了。这个时候，如果发起对他的这个刑事的这个起诉的话呢，是最有可能让他这个纠缠于官司，然后没有办法全力以赴去投入去竞选。所以这个时间点是精心的选择了的，啊。但是呢，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会如何呢？我觉得可能还是也要再看啊。后面因为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了，就不会按照人们所预想的这种理想的这个结局去发展哈。因为确实这一次是破天荒的，是打破了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美国的这个前任总统被这个刑事起诉的。